大家如何看待执政党党内的性骚扰案？这件事对于性骚扰案的防治很重要。要员工上了再多的课是没有用的。要解决职场上的性骚扰很简单，安社工教你只要做到3件事。老板做得到，就不会有人不愿意申诉。请注意，安社工说的是就不会有人不愿意申诉，不是绝对不会有性骚扰。大家都知道杀人死刑，还有人会去杀人，不可以诈骗别人。每天都有诈骗的简讯和电话，总是有人手痒欠打。安社工告诉大家，哪3件事可以保障受害者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现在幼儿园都会教两性课程，身体哪里不可以让别人碰？你问中班大班的小朋友都知道什么是身体界限，大人不知道吗？别骗人了，你会想去摸别人，一定居心叵测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而小朋友为什么敢说呢？长大了不敢说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长大了，思考不是那么简单，心中要考虑很多的因素。除非在说之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才会愿意说出来。不好的是已经被逼到墙角了，用生命作为反击，付出极大的代价。简单说就是如此。在医院工作也是如此，最常听到的是病人对护理师的性骚扰，摸屁股啊，袭胸，语言上的性暗示等。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性骚扰，对病人身材的批评啊，嘲笑啊，院内同仁间的骚扰，这个部分比较难断定谁对谁错，因为有些人来医院工作，除了工作之外，他是另有目的的，想要钓个金龟夫，当医生娘。在职场刻意对某人给予相当的暗示，在医院有不少这样的故事，内容就不方便谈太多了。技巧高明的很快就能当正宫、贵夫人，技巧不好的名声就不太好听，变成人家的小三，或者是不伦恋。技巧最糟糕就是弄巧成拙，可能变成性骚扰。安社工在医院工作，同仁在工作中被性骚扰的状况，有大多数是透过主管做第一次申诉的咨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请看民权党的案例就知道，没有人愿意正式进行申诉，只有在有人发难的时候，搭便车发生，借由民意的动向得到自己应有的正义。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？受害者不再相信体制，受害者不相信主事者的权利能保障到我自己，所以我只愿意跟主管说，跟熟悉亲密的朋友讲，只能在墙角自己哭泣。第一件事，老板要保护受害者，对相对人严惩不贷。在这件民权党的事件，社工师打败了正义化身的律师。6月2日，民进党下午召开记者会，性平部的主任具有律师身份的李彦荣表示，性平部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申诉的信箱，并喊话被害人，只要有类似的事情都可以向性平部申诉。
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看申诉信，受害者绝对不用担心个资的外漏。但是到了6月7号，联合报指出，党的秘书长许立明也报告性平改善与性骚扰防治加强方案，未来民进党将建立外部的一个机制，由社工师担任窗口，只要有性平案件，受骚扰者可以不经由党部的任何单位直接进行投诉。说实在的，谁当窗口都可以，重点是要有人愿意申诉才能成案，不申诉怎样都没有用。希望透过社工师的助人形象转换局势，希望社工师不是个工具人，因为申诉者一定会考量主事者是如何思考这一件事情，会不会偏袒相对人，所以第一件事情要保护受害者，相对人要严惩不贷。第二件，性平专家学者的独立调查权。依现行的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，调查是由雇主跟受雇者代表共同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。有多少老板懂性别平等的问题呢？受过多少的训练？用什么价值观来看待这一件事？就算执政党的妇女部主任，同时是性骚扰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执行秘书，为确实依规定采取立即有效纠正及补救措施，与被害人会谈期间使用不恰当的语句，使其产生感受与被否定与受害经验被质疑的情绪。一位长期投入社福、妇幼等公共政策的政治人物，居然犯了低级的一个错误，我们还能指望一般公司行号的老板吗？有什么好的判断？找到合宜的人，做出合适的调查吗？在两性平等教育法中，性平会可不是随便的人找一找组成委员会，而是有一定的比例，例如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比例、性别的比例，每位委员都符合委员的资格，才有公信力。第三件事，申诉前陪伴与事后关怀。受害者会有很多的担心害怕，被骚扰者一般而言比较不会主动的去求助，相较之下，性骚扰发生的几率比性侵害频繁。性骚扰的行为经常是来自于我们无法预先察觉的举动，就更不容易被察觉。被性骚扰者如果持续的压抑自己，选择隐忍不说出口，很容易引发身心相关疾病。就如111年雇用管理及工作场所就业平等概况，就有受害者会担心失去工作，担心别人闲言闲语和不知道要如何申诉。这些事情都需要有效率的陪伴，而不是跟员工讲自己想清楚要不要申诉。没有人陪伴，很多人就会工作做不下去。陪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适时给予支持和温暖，伴随心理咨商、身心科的介入，都是需要社工师在整个程序中的专业评估资源的转介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